视频开始之前，想先问一下大家，现在都得用什么键盘呢？2年半前，我做了一期键盘入坑指南，当时的国产键盘还没有太多的选择 ，Cherry 轴还是大家的主要选择。然而今天键盘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Cherry 轴跌下神坛，现在主流的新厂键盘甚至都没有 Cherry 轴的选项。当你真的去买一把键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1万种轴体供你选择，什么名字的都有，看得人头晕。而现在的国际大厂键盘是什么样的呢？我这里直接搞了一把 Filco 的圣手，这在以前那可是鄙视链顶端的存在。如今看来，塑料外壳 Cherry 轴生涩且不稳，拆开之后结构简单，塑料 PCB 钢板，然后就是上盖了，有线连接。这样一款键盘要多少钱呢？1299。再来看看国产键盘 ，CNC 金属外框，表面工艺阳极氧化还不够，还用的是电泳工艺，外观还有各种设计，手感顺滑，按键麻将印。该有的灯光也有，3模连接，拆开之后填充饱满，卖439。如果是有线连接，还有更便宜的金属外框键盘。可以说，国际大厂在低价格段位基本没有什么竞争力。而且现代人不论是上班还是打游戏，一天大部分时间接触的最多的可能就是键盘了。一把喜欢的键盘，甚至能让我摸鱼都更开心一点。一把好用的键盘，可能一用就是1年或者是好几年。视频前的你，不如现在就试一下你的键盘，按键会不会有弹簧音？轴体晃动明不明显？大键有没有老化？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预算有限的话，如何买一款最合适的键盘呢？现在麻将音、顺滑度、CNC 这些新的追求到底用不用得上呢？键盘到底有意思在哪？键盘到底在买什么？实践出真理。一个视频告诉你键盘要怎么选。这段时间我测试了好几十把键盘，我会在视频的后面给大家慢慢讲解进阶的选法。我们现在在电商平台搜索键盘的话，你就会发现有无数种的参数，但其实你只需要了解轴还有配列，你就可以做最简单的选择了。键盘的手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用的什么轴，而现在市面上呢有无数种轴，还有一些轴只是简单的换皮。简单来说，你只需要知道你喜欢的是滴答滴答开关感觉的段落轴，还是直上直下的线性轴。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还会推荐新手入坑的时候试一下段落轴，但我现在都推荐从线性轴入手。具体怎么选，我这里给你们输出一个暴论。对于没有那么发烧的键盘玩家来说，口碑好的轴差距其实都不是很大，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键盘现在呢也有无数种的配列，最大的区别就是，假如你玩 FPS 游戏的话，希望鼠标有更大的空间去甩枪，那就算是斜键线也很难用全尺寸的键盘。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是完全接受不了没有小键盘配列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完全不需要具体学习有什么104、98、78的配列，你就直接看图片，自己喜不喜欢就完事儿了。你看，有些是保留了数字键，但是还是缩短了尺寸的98配列，还有的是把数字键挪到左边的，还有很多小配列、中配列的键盘。基本上现在你能想到的都会有厂商做。那了解完这2个点之后，这里我再给入门玩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办法。400以内有很多性价比的品牌，狼图、麦从、VGN、VK、狼蛛这些品牌你可以无脑选。除了这些品牌呢，我也列多几个性价比不错的单品。至于具体的键盘工艺、轴体挑选、磁轴键盘等等等等，我会在视频的后半段慢慢给大家讲清楚，都懂的。那就到了最重要的挑键盘的环节了。为什么说选键盘就是选键盘呢？出商其实对手感的感知没有那么强，更多的其实是声音、键盘的颜值、灯光，还有一些键盘的辅助功能。就比如说，我一直都特别喜欢音量旋钮这个设计，甚至之前我的键盘上面是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我还去单独买过一个。这里会想问一下大家，这些小功能你们用不用得上呢？那再比如，还有一些键盘上面会有一个小屏幕，用来调节灯光啊，或者是连接模式啊、显示电量等等等等。再比如，大家觉得键盘上面的灯重要吗？这是我们工作室小伙伴前段时间买的一把白透键盘，又或者是这种黑透的也比较有特色。贵一点的键盘还会有灯箱，或者是这个怒喵灯阵。这些带灯光的键盘啊，一定不要只看详情页的渲染图，要直接去找博主的开箱视频，一点亮马上就知道好不好看了。再来给大家看一些就是市面上面不常见的一些键盘啊，就比如说这一个键盘呢，它可以在 Mac 上面用，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它很完美的卡在这上面，它又是蓝牙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直接无线使用了。
还有这一把我最近在用的，这真的就是一眼看上去就很有设计感，很帅很帅。收到那一天我都想抱着它睡觉。第一次看这个键盘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跟我这个掌机有点像，是不是？这反面呢也是有2个灯的，这反面也很帅。但是吧，这个键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用久了之后它会发热，然后这个键盘用完了之后，这个桌子都是暖的。再比如还有一个键盘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女武神的键盘，它这边呢有一个这个条条，它就真的很像那种 DJ 的那种调音台，推多少它就是多少，然后推到这里它就是70多，推满它就是100%。就不知道这个拆开来之后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学的那个滑动变阻器的原理是一样的。然后这里还有一把重量级的键盘，被我放到外面当成藏品。这是一个磁悬浮的键盘，我给你们拿进去看一看。好重！它这个整个键盘呢是悬浮在这个底座上面的，如果你用力的去按的话，你是可以看到它明显是有这个浮尘的。这2边呢，它还刻意把它做成是透明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3个这个轴承，有3个悬臂。然后你看我们按的时候，它这个悬臂也会动。还有呢，就是我这一个键盘，这个赛博键盘就很好用。大家可以直接打开加速器，打开飞书，打开我的微信，开音乐和播放。然后这一页的话呢，我按一下这里就可以直接打开我的主页。对，还有一个好玩的，是一个积木键盘，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做的。它这个盒子，它从这个包装上面就已经是很可爱、很有意思的了。把这个推给你们看，打开来之后，这整一个键盘啊，它就是一个那个乐高的底座。我们可以自己在这里 DIY 想要的图案，甚至你可以把它拼出去，就延伸出去，做成一大块的都是 OK 的。而且它每一个这个键帽啊，它是相当于盖了一个透明的盖子，比如说这个空格，这上面也是可以拼东西的。这个我还没来得及去 DIY， 等到时候我拼好了之后再给你们看。那么接下来就来给大家说说这些键盘的差距到底在哪，买键盘到底追求的是哪些，还会有一点点客制化方向入门的内容。这一次我们先来聊一聊现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套件。除了轴和键帽，剩下的部分被称为套件。咱们在视频的开头也看到了，老牌键盘的内部结构会比较简单，现在国产键盘比较流行的呢是内胆和外壳之间会有一层垫片，这种结构就叫垫片结构 gasket 结构。用料更好的键盘呢，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海绵、电子之类的填充，最终是为了让这个声音变得更加干净和饱满。大家所说的这个麻将音还有雨滴音也和 gasket 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而现在热插拔想要换个轴也非常的简单，这里我也拿同一个轴，在一个100多的套件和一个600多的套件给大家对比一下。100多的套件按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多的松散的声音，套件对手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好的套件就算是用上了不那么好的轴，也能给到一个及格的手感。那我们再来试试一个100多的套件，我们来装上一个17块钱一颗的轴，试试吕布骑狗的效果。噔噔噔噔，现在这已经是一把价值1400的键盘了。这把键盘的轴已经换好了，我们来试一下。这轴的手感还是真的很好的，但是吧，这个套件真的就是有点不得劲儿。之前咱们聊到键盘手感最重要的就是键盘的轴体嘛，之前大家最为熟知的轴体应该就是 Cherry 家的青红茶黑，而他们家的这几个轴其实基本上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发售了。到了10年左右，许多国产轴体厂商就已经开始布局研发了。14年 Cherry 轴专利到期，各家国产轴直接开始发力，在手感和声音上做到了完全的碾压，于是就有了后来国产轴的盛世。而在早期，一些国产轴还存在着寿命缺陷的问题，键盘厂商们就开始想办法避免这些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热插拔，只需要拿一个拔轴器，把轴旁边2个触点按下去，就可以很轻松的把整个轴给拔下来了。坏了的话都不需要寄回售后，直接自己换一下就搞定了。那咱们一般都说一个轴好不好，看的就是轴的声音和手感。手感的话，我们希望它按下去的时候是顺滑的，没有多余的摩擦，声音最好也是干脆的，没有弹簧音。还有
有就是压力一定要符合你自己的需求，过轻或者是过重的轴都会非常影响体验。我之前就有试过用黑轴打过一次手腕，差点没给我手打断。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比如说静音轴，它能做到完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还能保证一定的手感。一般来说呢，轴体有几个价位区间，便宜的轴一般在5毛到2块钱一颗，很多性价比的键盘会选择这个区间。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灰木轴，手感顺滑，压抑适中，声音还好听，竟然只需要6毛钱一颗。现在一些性价比键盘都会有这个选项。那再贵一点的呢，就是2块钱到5块钱了，很多热门的轴都在这个区间。比如说我之前最喜欢的金粉轴也是2块多，而且现在有太多好用的轴了，推新的速度还特别快，可能过几个月大家就会推荐一颗新轴了。那5块钱以上的轴呢，那就是非常发烧的轴了，可能是一些特殊的结构，又或者是限量发售有品牌溢价的一些轴体。这里给大家听一下几个不同价位的轴体区别。现在的轴真的有太多的信息差了，据说有的厂商啊，他会定制一个非常冷门的轴，然后再定一个较高的零售价，让自己的键盘看起来价值比较高。能搜到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呢，都说这个轴做得很不错，所以真要买的话，还是建议从比较热门的轴下手。这里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好玩的了。为了键盘的竞技性，现在有一些轴会把这个触发行程做得更短，让你这个键只需要按一点点就已经触发了。就比如说快银轴，一共4毫米的行程，你只需要按到1毫米，它就会被触发。那可能有玩家觉得这还不够极限，有没有我按下0.1毫米就触发了呢？还真有，那就是磁轴。如果说机械轴是0和1的开和关的话，那磁轴就是知道你从0到1的所有过程的开到关，它能知道你每个按键具体被按下的长度，这里就有了无限的可能。前段时间磁轴键盘物挺大火，基本属于瓦和 CS 玩家必备的外设了。雷蛇的模拟光轴和磁轴原理类似，但更加稳定和精确。这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站，在这个网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些打这些游戏的这些职业选手分别用的是什么外设，每个选手他是什么战队的，然后呢他用的是什么鼠标，然后还有这些 DPI 都有显示。听说有些玩家会直接照搬职业选手的设置，跟偶像用一样的外设，水平肯定也能增强，对吧？你看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裂痕光珠，还有这个屋挺的。你看这种一整套逻辑的，一定是工作室白嫖的。我们先点进这个人看一下哈，你看，果然是吧？正经人谁用逻辑呀？我也是，那没事了。磁轴本身是 PCB 板通过检测磁场变化来判断按键被下压了多少，所以你看这个磁律轴，甚至它是没有针脚的。一般磁轴键盘呢会给你一个驱动，你可以在里面设置各种功能，比如设置快速触发，这就是磁轴的核心功能了。机械轴你触发和停止的位置是固定的，只有你抬起到一半，它才知道你放开了。但是磁轴是无论你刚按下去还是已经按到一半了，只要你开始抬起来呢，它就知道了。CS 和瓦这类的游戏呢，你比别人早0.1秒停住，可能就会成为对枪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玩家一定需要一个磁轴键盘。还有一个类似红的功能 DKS， 在松开 A 的时候会自动触发 D， 在 CS 里面一个反向的移动能让你稳定的打出第一枪，而且不会飘。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功能，手柄映射。比如你可以把 W 映射成手柄扳机，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键盘上面得到一个线性扳机，键盘也能知道你油门踩了多少，这样键盘玩赛车游戏都可以实现精准操作了。分享几把最近比较热门的磁轴键盘，这里面还有2把比较有意思的。小蜜蜂这一把其实我还蛮喜欢的，现在其实很少有外观独立设计的键盘，好看是真的挺好看的，而且驱动也不是照搬窝挺的驱动，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在里面，界面简单易懂，手感也还算过关。不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换个轴。不过要说真正的极致竞技，还得是推荐屋挺，性能不算极限，但是功能丰富，体验稳定，唯一的问题就是贵。键盘啊，除了你上手打字时候的这个手感和声音，还有一个非常影响键盘质感的键盘外壳。最近大家总说鼠标比轻，键盘比重，键盘确实一到手的时候还没拆开包装，最能让你感觉到这个物超所值的呢，就是这个键盘的分量。键盘的分量有一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外壳。就
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离谱键盘，芊芊的视频里面感觉它都要拿不动了。好沉，算了吧。大概呢是一个普通塑料键盘的5倍重量。这种键盘现在被称为铝坨坨，而且这么好玩的名字竟然是电商的关键词。现在你去淘宝、京东直接搜铝坨坨，你就能搜到这些键盘。以前铝合金键盘基本上都是客制化玩家在玩，现在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厂家也通过规模效应把价格打了下来。这里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挺有意思的牌子 ，Leoborg 他们家主打的一个便宜大碗，虽然只是表面喷涂啊，这个表面也比较粗糙，有线连接，轴也是性价比之选，但299就给你一个全铝合金的外壳，分量感十足，好吧？还有这一把 Rainy 75，前段时间被抢到加价几百块钱，一盘难求。键盘质感非常高级，表面电泳的工艺能做各种颜色。在几年前，这种键盘基本上得是上千块钱的客制化才有的水平。背后的这一块装饰板看起来也很有这种雨天乌云密布的感觉，非常符合它的名字哈 Rainy 阴雨的。还有这一把我也非常喜欢的 SKN 7秒75，也就是刚刚我们拿来对比的那一把，它的键帽会更加细腻，键盘的质感还要更上一层。玫瑰拿铁舟本身的手感我也很喜欢。这些1000以下的铝合金键盘，因为工艺限制，基本上造型都非常的方正，没有太多的外形设计，所以塑料外壳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设计出很多独特的外观，造价更低，也可以把成本更多的花费在打磨手感上。还有一些朋友会喜欢键盘的灯光，这些灯光的效果也有很多不同，比如我手上的这一把诺喵的 Relic 80，它这个键盘呢有2个这个赛博破损啊，非常好看。然后呢，它这个键帽是有一点点那种磨砂透明的感觉，它这个工艺也很神奇，它里面这里是磨砂的，然后外面这里是光面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底下的灯光呢，就会照亮整一个的键帽，还有一点点小渐变的感觉。我切换一下灯效给大家看看，整个颜色还算比较均匀透亮的。再来给你们看另外一把，这是我随便100多买的一个键盘，它这个宣传图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接上之后就有点难崩了。咱就是说，这个角度都可以直接看到灯珠的，你看亮瞎我的眼睛。正常来说嘛，这个灯一般是坐在这个轴的前面的，他就把这个灯放在了轴的后面，这样子呢，我的这个角度看，哎，就不会直射我的眼睛了。它真的，我哭死。而且这个键盘它是单色的，所以说它的这个灯效就只能做单色的一些动效了，这种就属于是成本限制了，它做不了太多的灯光设计。你看啊，像现在有很多轴，你看这个，像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灰木轴上面就是有这个导光柱的，它会让整体的灯光效果看起来更加饱满一点。灯光的效果真的是看一眼就能区分出来好坏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让你们去看博主的开箱视频了，就不要去看那些渲染图。键帽也是我觉得键盘的灵魂之一，本身换的过程其实也很解压。换一套喜欢的键帽呢，就可以开心好一段时间呢。之前给大家讲过最基础的键帽的材质 ABS， 还有 PBT， 以及透明键帽的 PC 材质。还有一个很影响使用体验的是键帽的高度，我们一般管这种最正常的高度叫做原厂高度，市面上大部分的键盘也就是原厂高度。这里还有一些改良的高度，兼顾了手感还有外观，比如 OEM 高度比原厂稍微高一点点，更能突出轴体本身的素质。这里还有一类很特殊的键帽，它的外观非常的好看 ，XDA 球帽，全部高度都是一致的，乍一眼看就会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一般呢也会配合着一些更大的字母，整体看起来呢就会比较简洁。但是问题就是第一次使用的话，真的很容易误触，我是完全没有办法适应的。但是用苹果键盘的老哥应该可以轻松驾驭。这个键帽啊，可以说是客制化程度最丰富的部分了。就算你不懂键盘什么套件、什么声音、什么顺滑度，换个积木总是会的吧？用拔键器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个键帽给抠下来。想要什么替换的，网上各种各样的都有的卖。就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看过的显卡键帽，这里还有朋友寄给我的 Red 键帽、周冠宇键帽，还有 DOTA 的键帽。这竟然还有一个高和的汽车键帽，车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好像这个要绝版了。他妈胡说八道！去年年底，我觉得设计键帽也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自己尝试做了一套键帽出来。当时的配色还是我自己配出来的，能把想法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今年呢，我也收到了一套超级有意思的键盘，这一套的键帽就全都是涂鸦手绘的风格，设计水平真的很高，这也是我今年很喜欢的一套键帽。我记得当时我设计自己的那套键帽的时候，跟设计师说我想要这种手绘涂鸦的风格，他跟我说啊，想要把手绘涂鸦做的高级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当时我就放弃了。是不是很大的？
如果你在各个平台上面刷到的真的很喜欢，真的十分眼前一亮的键盘，大概率就是所谓的客制化键盘了。真想买的话也很简单，装备前线这个网站上面经常会有客制化发车，但就是质量纯看这一班车的良心，就算是很良心的呢，也有小概率会翻车，主打一个盲局。你也可以等到第一批开团的人到货了之后，再去闲鱼里面收。不过如果是质量上乘、效果惊艳的，一般也会继续加价。当然，你也可以当做是后续补车了。还有一些呢，就会比较像量产了，可能直接就在淘宝里面半量产的卖掉了。还有一个就是键盘的延迟，现在很多玩家都会追求无线键盘，那延迟就非常重要了。夜魔这把键盘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卖点就是延迟控制的非常的优秀，甚至比一些稍差的有线键盘的延迟还能更低，本身硬件素质就够硬了。所以说现在有非常多的玩家会拿夜魔来改装。之前咱们离谱键盘有一期来自法老的投稿也是夜魔。总的来说呢，如果你是最近打算给自己买一把键盘，现在200左右就非常优质的性价比之选了，直接找压力适中的线性轴。如果你想要一把素质很好的键盘，每天打游戏和工作都是一种享受，那现在在400到700这个价位也能找到许多质感很好的键盘，而且这种键盘买来，你还可以跟你的舍友和同事高谈阔论，属于是键盘值非常高的键盘了。但问题就是这些键盘基本上没有太多个性化的设计，如果这些不能满足你的话，你可能需要的是更个性化的需求。超过700的键盘，各家会在键盘上面加入各家的巧思，更多的不只是取悦你的手，还会取悦你的心灵。同时，你也能感受到赛博文玩藏品键盘的快乐。屏幕前有多少是一个人有用超过2把键盘的？现在很多键盘甚至也有了一些文玩的属性，咱们频道也专门有一档节目，就是给大家展示各种各样离谱的键盘，就叫离谱键盘系列。在这里也长期向各位收藏家们征稿，假如你也有想要给大家展示的好康的家伙，也可以投稿到这个邮箱哦。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